我学一下很多朋友的还原啊。学啊，连续对。啊，连续对吧？其实很多朋友看这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是吧？包括这个手横拍，你看。我要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反手的还原，包括所有专业运动员的还原，他的手是什么样？我先让大家慢一点去看啊。大家看，我是不是多了一个画圈的动作？对不对？画外圈，这个画外圈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能够什么？延长我们的手指手腕给球的摩擦，给球的质量，给球的后劲儿，就做直接一点的啊。我这样给出来的劲儿，跟这样给出来的劲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就一个是我太过于小。给球制造出来的力量也小，对吧？我多一点才能给球持续的加力、加摩擦、加质量，对吧？但是看，很多朋友会问了，那我画圈了这个圈之后，它是往我身体的右侧画呀，对不对？延伸着往这个右侧进行画圈，那我现在发力就没有办法再去往前了呀。对不对？并且我回反手的时候，我不就成了什么？本来我可以把直去直回，这样多快呢，是吧？我为什么要绕个圈？我先给大家讲一讲。刚才也说过，为了延伸质量。什么叫延伸质量？大家你们有没有看到，像樊振东他们啊，特别是比较强势的反手，樊振东也好，林诗栋也好。他们但凡是想反手发力加质量的这一下，没有一个人的质量是这么加的。啊，没有一个人的质量是这么加，他不会这么加，他是怎么加？他一定是往什么？往自己的右前，甚至什么右前下，甚至往右前下去发力。为什么要往右前下？大家看，我现在往右前下，你看啊，大家看一看，往右前下啊，我会下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往右前下了都不会发力，并且质量还高呢？就是因为我刚开始从这儿到了这儿，我现在要从这里要到哪里呢？多了这一块，多了这一块，这一块别看它就那么一点点，这一点点是不是也能再去给球一个什么持续的发力？持续的摩擦，对不对？很多朋友说，那这个球不是早拖拍子上吗？其实你球在这里就拖拍子了，那你的动作能做到这儿吗？你肯定要做到这儿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你看我继续延伸，可以继续把我的力量传递到这个球上，并且你看持续给球旋转摩擦，那这个球的弧线是不是也就会好？这就为什么我往右前下方发力了，但是这个球为什么不下网？就是尽管方向往下，但是我通过更多的摩擦把它的弧线做好了呀，旋转做好了呀。所以说大家再去看看，我一定是往右前，甚至有点什么，有点右前下，我是什么转着圈揉回来。大家再去看啊，看了吧，是吧？可如果说我要是连续快一点去发力的话，大家再去看一看啊。打完了，我一定从这里一个小圈回来。刚刚也说了，往右前下方发力，能让你的反手什么更贼啊？你的反手的后劲儿更大，我就打着打着，你忽然可以变我个正手啊。能跟上吗，朋友们？你自己看看能跟上吗？根本跟不上，根本跟不上的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大家再去看看，我现在慢点，我给大家，如果说我去用这个什么往右前，甚至有点往右前下走的话，有这个画圈的感觉之后，你看我这个圈是往哪画？往右画，是不是越往右画一点，说明什么？我打完球什么离正手是不是就越近？离正手是不是越近？那我是不是反手到正手的转换，它就会越快？包括大家看，我正手其实连续的手，它也不可能这样，像雨刮器一样直来直去，直来直去。你们不管是看马龙的动作还是樊振东的动作，它都是有点什么？你看我慢一点，你看我学一下樊振东动作，它也是有点画圈。
对不对？它也是，它不可能直来直回。它为什么也要画圈？因为它拉完了之后，我去正手我可以揉回来，去反手我正好就回来了。看了吗？这个圈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们什么正反手之间的转换。没有，我给大家做个示范，大家去看啊。我就反手一个，正手一个，大家看我这样顺不顺啊？先看我的顺畅程度，打完你看直接揉到正手，你看，你觉得顺吗？顺不顺？啊，快不快？快不快？是不是很快？那我包括我正手也是，你看我正手如果这样去打着，忽然变我的反手的话，你看我根本是回不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看我正手打完了回反手的时候，大家看，就是正手一个反手一个，啊，为什么顺啊？因为我正手打完了，我一揉这个圈，手已经到这儿了，对不对？那正好到了反手，我回来了，正好就在反手位了。看，大家我说慢一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叫顺。那如果说这样呢？这就要慢了，这就要慢了，明白朋友们？所以说咱们每一板击完球都是在哪？都是在人的前方。前方看了吗？你看这小圈拉完了，是在正手，我们这个圈继续揉回去，接着拉，球还在正手，接着揉回去，接着拉，球在反手正好拿过来，反手也是搭，球在反手继续绕回来，再反手继续绕回来，球在正手直接拿过去。来，大家再去看一看啊，我比如我反手2个，正手1个，大家看啊。大家去看，球在反手继续揉回来，球在正手直接转过去，看，走，对吧？你看正手2个，反手1个，正手圈，顺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这个小圈的意义，它最关键的就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正反手之间的还原。因为什么？你看我正手发了一板力，比如说拉到了大家的斜线，拉到你们正手。如果说咱拉的质量很高，把对手顶住了，他最容易防向哪里？顶我一个，冲我一个。哎，大家看，没事，你顶我一下。越被动的时候，大家看我这个球容易防哪里去？越被顶住，你看反手也是，越被顶住。越容易防哪里去？一定是越能防到直线，越被动越能给到直线，就相当于我现在一个交叉步扑过来，这到这种，你看我越够不着的时候，这个球越只能给到哪里？越只能给到直线去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我们再去越出了质量，越能把对手顶住，对手越是这种抵抗、强行扛过来的球、防过来的球，越容易给到我们的直线。对吧？正手拉了斜线，变直线在哪里？就是在我们的反手，反手哒，人家拖了我们正手，就在我们的正手。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干嘛？在你反手起了势之后，你正手能发上力连续。正手拉出机会来之后，人家到了你的反手，你反手打还能持续发力。这就是很多朋友们你没有去注意到的问题。你们会看看樊振东他们反手越想发力抽的时候，这力量就越往右下使劲。因为他越顶出去，这个球越容易把越质量越高，对手越顶住，越容易防不到我们的直线，我们越方便于正手转换。正手也是当越把对手顶住，对手越容易防住直线，防护我们的反手。手出2个，再衔接板正手，大家看啊，是不是很顺？来，我正手2个反手1个，你看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拉球。都是搭一个小圈，搭一个小反手也搭一个圈回来，搭一个圈回来。你们去看看马龙、樊振东，他们谁的动作是直来直去，全是小圈。